同学们好，前面我们学习了单元相图的基本相图，这次课我们来学习单元系统相图的应用。我们将分别介绍氧化硅系统相图和氧化锆系统相图。首先看氧化硅系统相图的应用。氧化硅在工业上应用极为广泛，石英砂是玻璃、陶瓷、耐火材料工业的基本原料。氧化硅有7种晶型。自然界中存在的是贝塔石英，加热到573度就会变成阿尔法石英，870度下转变为磷石英，继续加热变为方石英，直至熔融。横向石英、磷石英与方石英之间的转变称为一级转变，或者叫做重建型转变。正如图中所示，此类转变发生时要打开原有化学键，重新形成新结构，所以转变速度很慢。同系列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形态之间的转变称之为二级转变或位移型转变、高低温型转变。各实体间结构差别不大，转变时不需要打开原有化学键，只是原子发生位移，或者硅氧硅键角稍有变化，转变速度迅速。氧化硅发生晶型转变时，伴随体积的变化。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出，发生一级转变，即重建式转变时，阿尔法石英与阿尔法磷石英之间的体积变化最大，达到 16%。二级转变时，方石英的体积变化最大，为 2.8%。磷石英的体积变化最小，仅为 0.2。哪一类转变对工业影响大呢？刚才讲了，一级转变体积变化大，但我们应该考虑到一级转变速度慢，时间长，而位移型转变虽然体积变化小，但转变速度快，所以同类转变对氧化硅制品的危害比较大。了解了上述内容，我们来看氧化硅系统相图。相图上虚线表示介稳态，为什么这个相图看上去比较复杂呢？我们刚才讲解了，因为氧化硅有7种晶型，所以左边固相区有6条晶型转变线。由于各种介稳状态的出现，相图上不但出现了这些介稳态的饱和蒸汽压曲线，还有介稳晶型转变线。对氧化硅相图稍加分析，可以发现氧化硅所有处于介稳状态的变体的饱和蒸汽压都比在相同温度范围内处于热力学稳定态的变体的饱和蒸汽压高，说明介稳态是一种较高的能量状态，它有自发转变为热力学稳定态的趋势。而处于较低能量状态的热力学稳定态则不可能自发转变为介稳态。在给定温度范围内，具有最小蒸汽压的相一定是最稳定的相，而两个相如果处于平衡状态，其蒸汽压必定相等。二氧化硅相图的应用，我们以耐火材料硅砖的生产和使用为例，原料就是石英，通过高温煅烧制备硅砖。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希望硅砖中磷石英含量越多越好，而方石英含量越少越好。实际硅砖的烧结情况是，加热到573度时，贝塔石英很快转变为阿尔法石英；当加热到870度，不转变为磷石英。在生产条件下，常过热到1200度到1350度，直接转变为介稳的阿尔法方石英。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使硅砖制品里有尽量多的磷石英，而没有石英和方石英。那么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在870度适当保温，870度是磷石英的生成温度，在此保温可促使磷石英生成，还需在1200至1350度小心加快升温。这是实际烧制过程中
芳石英的生成温度。我们不希望出现芳石英，因而需要快速升温，避免芳石英的出现。除了温度控制外，我们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措施，在配方中适当加入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钙和氢氧化钙等矿化剂，在1000度左右产生一定量的液相。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晶型阿尔法石英、阿尔法芳石英在此液相中的溶解度恰好较大，而我们希望出现的阿尔法磷石英的溶解度很小，因而阿尔法石英、阿尔法芳石英不断溶于液相，而阿尔法磷石英则不断从液相中析出。下面我们看氧化锆系统相图。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氧化锆的用途。氧化锆可以作为特种陶瓷的主要原料，但由于氧化锆晶型转变过程中有体积效应，这样氧化锆制品在烧结过程中容易开裂，无法烧结致密。生产常加适量氧化钙或氧化液，在大于1500度形成立方晶型固溶体，称稳定化立方氧化锆。这样在冷却过程中，固溶体不会发生晶型转变，没有晶型转变就没有体积效应，因而可以避免氧化锆制品的开裂。氧化锆的熔点比较高，可以做耐火材料，向氧化锆中加入氧化钙，可以形成氧控位，利用其导氧导电性能做阳敏传感器元件，还可以利用体积效应对其他陶瓷材料进行相变增润。氧化锆单元系统相图比较简单，比二氧化硅相图要简单得多。这是由于氧化锆仅有3种晶型：单斜、四方和立方氧化锆。单斜氧化锆加热到1200度时转变为四方氧化锆，这个转变速度很快，并伴随7%到9%的体积收缩。但在冷却过程中，四方氧化锆并不在1200度转变为单斜氧化锆，而是在1000度左右才发生转变。这是相变滞后现象，在多晶转变中经常可以观察到的。同学们，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再见。